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，案子犯也犯在何昌，在那边是未遂，在这边是既遂，这是咱们的专案，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，听懂了吗？好，哦，我听懂了，潘局。哎，秦局，秦局，干嘛呢？秦局，看什么呢？大家都等着呢。这来讨酒来了讨什么酒？讨酒，欠了好几个打电话呢。来，给秦局倒上。来，队长，这酒不能这么喝呀！咱秦局不能喝酒。谁说我不能喝酒？我能喝，可以喝啊，但是我有一条件，就喝完之后，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合昌？哎，那不可能！哎，你先别说不可能，怎么才能可能？这样，你们喝一个，我喝俩，行不？哎，你们喝一个，我喝仨，行不行？千局有量啊，行不？你先把这个喝了啊！老钱，行啊，秦局，那我得赔一个啊，我得赔一个，来，说话啊，倒。来，我给你赔。来。醒了，没事吧？哎呦，韩局，人我带回来了，啊，你交我任务我都完成了，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。我都知道了，你没事就行。咋喝这么多呢？人不喝人不给人呐。我没事，韩局，我也挺感动的。我这喝多了，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。谢福来看你的，看胡斌。胡斌怎么了？出车祸了。啊？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？怎么还出车祸了呢？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局的车辆，他就追上去了。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，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，追上去翻车了。
不去。兵哥，兵哥，春儿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差不多半个月了，没事儿啊。都这样了，怎么能没事儿呢？哎呀，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，对吧？咱干的是这个。再说，我也快退了，能这样，就相当不错。啊，没事儿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喝多了，然后我来挂水了，然后我干啥哭咧咧的你？哎呀，别这样啊！不，跟你说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对不起，兵哥，我以前不懂事儿。有啥的？我刚来，我像个愣头青一样，我天天跟你杠。我现在觉得我后悔。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，生子是个死的时候，你不让我去，你不让我去审讯，你都是为我好。兵哥，我错了，真的，兵哥。你错啥了？错你没错，啊，你对呢。是我有毛病，我也反思自己。你说我不反思，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支队吗？对不？告诉你啊，其实咱刑警队啊，就缺你这行，有冲劲儿，有头脑，有魄力，啥都不出，是吧？我呢，其实也想过，干了大半辈子刑警，心里明镜似的，过时了。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，是不是个合格刑警？兵哥，你就是刑警，你就是刑警。你要不是刑警，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。你就是刑警，你永远都是刑警。我是刑警，我是刑警。我不走，我就不走。你不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把我放在联谊家里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。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联谊家里，我不去旭城。你不是小孩了，萍萍，那懂点事儿行吗？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。哎呀，这说啥呢？啥叫麻烦别人呢？我们把海平都当成亲闺女一样，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。啊，没事儿，海平，别着急，好吧？去，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，快去。李波，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。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啊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。啥变化？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？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，省高院维持原判，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。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。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，要求启动再审程序。这啥意思呀？这二审不就终审吗？
这都判了死刑了，咋还重审呢？啥证据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别太着急，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。啊？啥时候是个好了好了好了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，先别难受。妈，我跟你回去。喂，喂，川儿，我魏宁。哦，魏叔你好，你说。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？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，曹老师也在，机会难得，我给你报名了啊，你必须来听课啊。哦，武英德老师来讲课。对呀。那我一定去。好。哎呀。吴老师，哎，魏宁也来了，调来旭城做副局长了，刚到任1周。哎呦，小魏也调来旭城了，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，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呀。向您多学习啊。哎，吴老，这是秦川，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。吴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哟，大冷天你这一手汗，有点紧张。川啊，2位泰斗在这儿，有你学的了。是。挺好，年轻还精神。来吧，来。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，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。犯罪嫌疑人呢，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，杀害了全家7口人。根据现场的勘查，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。我是刚从松林回来。来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呢，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。今天在这儿呢，我也是准备呢，根据这个案子，给大家呢讲2个问题。一个呢，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，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。第2个，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。取证的准确与否，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。如果方向错了，那就本末倒置。这些年呢，我们在基层办案呢，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，都很辛苦。后来觉得呀，更多的时候啊，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，不得要领。办案呢，这需要的是心境，要多动脑子的，是不是？还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。我知道，对我说的这些，你们都不感兴趣，是不是？那好，咱们就来个直接的，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，好不好？来吧，谁说呀？哎，那个帅哥，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？是不是要说呀？吴老师，我觉得不像是报复，像是侵财。侵财？想好了再说啊。
一个人杀7个，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。先杀了保姆，又杀了孩子。依我看，这个就是碰着了。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，然后保姆听见了，起身。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？后来一咬牙，还是把保姆杀了。那之后就杀开了。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秦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秦川。秦川。我提醒你一下，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。那你说他是秦才，你有什么依据吗？你说说。第一，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，从窗户进去的，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。第二，如果是报复的话，先杀了保姆，又杀了孩子，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？杀了7个人，这7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，可能其中1、2个有仇，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？非得等到半夜7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，那不怕干不过吗？不怕失手吗？第三，我刚才说第2的时候已经说了，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，我觉得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，那看现场看啥呀？不是看那个现场被霍成什么样了，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，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，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，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，这个不能一条线，要一大片，这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。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、气味，什么区域、什么时间段，这个案发都有特点。我们这段时间呢，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。我说完了。说完了吗？大家看看，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？都说说。那就先到这儿吧。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，本来以为是秦川也太上吴老师自以为是了，原来是上秦川的课。可不是吗？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，这秦川又来一出，那选着他了。川儿，哎呀，我知道你小子敢说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！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，那就滔滔不绝，这高谈阔论。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，你说你这不理我，没想那么多呀。我是真服了你了。我说都说了，你现在咋办呀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那啥，你呀去看看吴老师，不是你偶像吗？正好呢，你们多交流交流，联络感情啊。川儿，别空手去啊。
嗯，哎，吴老师。你好啊，我这么晚了，没打扰您吧？没有，来，请进。哎，我也正要跟你聊聊，实际上啊，来坐吧，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吴老师，旭城太冷了，我怕您受凉，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。这水果是？哦，房间里又太热干，您多吃点水果，去火的。你这想的挺周到啊！这个怎么的？这是下火的呗？不是，吴老师，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。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，太冒昧了。您千万别。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，什么冒昧不冒昧的？不是，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，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，千万您别介意。我不介意，我尤其不介意那个。这多少钱呢？哦，没花，这不是公家的钱，是我自己的钱。怎么的？你自己的钱，大风刮来的？不是，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，没有。不是，你不是还是买吗？你不是抢来的吧？那不是。对呀，既然是拿钱买，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？不多了，吴老200块钱，都在里边了啊。小秦呐，同事和战友之间呢，相互关心，这都是好的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。我呢，当警察第1天起，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，江湖这种做法。唉，还有事吗？没别的事儿。那你慢走。好，我走了，吴老师。没错，就是芹菜。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？哎呦，吴老师，您还没睡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怎么的，还在琢磨这案子呢？哦，如果按之前你说的，不是仇杀，不可能杀7个人，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？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，要查有没有矛盾，这矛盾大不大，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，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。接着说，说完。那吴老师，我就畅所欲言，我有啥说啥了。说，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，还有在楼里走动这个过程，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。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，那肯定要先踩点啊，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。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，他都是毛毛壮壮的，他都是乱的。是啊，回去以后啊，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，
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。可问题的关键，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，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。这也好理解呀。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7个人，心态变了。他本来是冲财来的，一下死了这么多人，怕了。吴老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，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。啊，我看这现场勘查，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来吧，咱们2个从头往后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您看啊，这个显示啊，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。什么叫刑侦泰斗？应该具备2个基本要素：第一，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，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；第二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，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。你把昨天这2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，一个给的案子定性，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，这都是来找人的。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，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，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！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，出来走了走，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。什么沧海遗珠？什么沧海遗珠？昨天在课堂上，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，啊？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，有胆量，又有见识，多好啊！谁能想到？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，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这个举动，我感觉很不舒服。哎呀，吴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真是没想那么多。哎呀，还是不自信。哎呀，曹老师啊，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，这把你夸得不得了。我也一直想见见你，谁能想到，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，不过也挺好，这也是缘分了，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，是不错吧？哎，川儿，我叫你川儿吧。啊，你要真有这个意愿，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、要案，你也过来一块干呗，行吗？太行了，吴老师。我非常有这个意愿，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，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哎呀，川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这个品德，这个本色，你给我保持住了，不能变，啊！哎呀，要记住啊，那句话怎么说的呢？无爱无师，无更爱真理呀。明白。谢谢吴老师。哎，行了，好。哟，你们俩在这儿，这是一宿没睡吧？你说对了，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，行吗？好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？哎呀，老曹，得感谢你，慧眼识才，这必须感谢我。找时间请我喝酒吧。哎呀，这算什么？金川，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，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。明白。哟，吴老跟曹老都在啊？哦，我找小川有点事儿。好，那快，去。好，那我先去了啊。看看，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。咋了？川啊，那个茂生那案子告发文件下来了。刘一国死刑核准，被驳回了。哎呀，孩
还是那个情况，这个牛一国呀，他家属在培兴找了个律师，这个律师呢，找到了茂生牺牲前1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，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。茂生牺牲以后，咱也没做尸体解剖，再加上这个新证据，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。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，啊，最终裁定核准死刑，这不予批准，要求发回重审。那啥意思啊？这也能当证据啊？那照这个意思，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？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？那检察院、法院，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。哎呦，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。魏局，哎呀，魏局，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。怎么了？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。川，快去看一眼，我跟他们说一声啊。好。丽文，没事吧？丽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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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没事。李元，你的信谢霆看了，省厅正在想办法，但不一定有结果。生子兄弟这事儿，我也很难受。但我希望你明白，程序正义疑罪从无，是法治的进步。要进步，就会付出代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茂生就应该当这个炮灰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进步的过程中，你不用给我上课，我也是警察。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。我在培训局的时候，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？我这个人嘴笨，话说不到点儿上，你别跟我计较，行吗？我有一兄弟，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。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，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。和生子兄弟一样，他也有心脏病。牺牲后也没做尸检，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，把人放。哎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。那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。我当时为了他，几乎整个人都疯了。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，我甚至想过，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。但是李问真没用。法律就是法律，法律讲程序，他不跟你讲感情。我费了好大劲儿，我才想明白，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，而我们能做的，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。到现在，我也依然相信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我们坚持做好人，会得到好的回报。那些坏人、恶人，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，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、恶的、臭的深渊。但是我们不能去，不能去。不能去。来，快来，坐。川儿啊，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，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。我知道，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。绳子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这案子，哎呀，真是波折太大了。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，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。本来呀，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，这确实没有这些规定的。公检法3家约定俗成，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，就不需要尸检。可是现在呢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是。可是，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，吴老师？叶茂生是警察，他是为国家牺牲的。我知道，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，这都是我们的同志。我们谁看了，这心里都不好受。法院现在判决，面临着压力。律师呢，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。法庭需要证据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咱们国家呀，这法治建设，还有法律体系，这确实是进步了。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，知道吗？法律啊，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。一个阶段呢，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。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？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，是不是？一个案子能诉出去，首先在源头，它就要合法合规，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。叶茂生的牺牲，这是很惨痛的。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，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。川儿，咱们这都是执法者，必须要理解，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，是不是？吴老师，我听懂了。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。对，国家要强大，社会要进步，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。谢谢吴老师。绳子，我被调到旭城了，过几天就离开合昌了。我来跟你道个别。绳子，我们搬到旭城以后，跟李文是邻居。李文和闺女，你放心。
秦爸，你不是警察吗？你不是刑警队长吗？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？萍萍，妈，你不也是警察吗？斌哥，出来走走，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？嘿，感觉啥好啊？这走啥走？我能走吗？你看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就这儿吧。哼。不过今天太阳挺好，挺带劲，晒晒啊。斌哥，我被调到旭城了，明天就走，离开合昌了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昌。这人往高处走啊，挺好。哎呀，哎，斌哥，我今天跟你说这个，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？